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我的烘焙好姐妹给我发了她做的这个面包，看上去好精心好漂亮，太适合夏天了，一掰开还有爆浆，这谁忍得住啊？那我们也来做吧。还是用之前发过的牛奶液种的配方来做，配方微微做了一下调整。这个配方你们就可以拿它当做一个万能甜面团来做，用隔夜发酵，第二天很快就能做好。先把鸡蛋打散，再加入牛奶、酵母拌匀，然后再倒入高筋面粉给它拌匀。你们看我这个面糊拌匀以后，里边还有颗粒，对吧？所以最好是能用除湿机或者打蛋器再给它搅打一下，打到没有颗粒了，这样它发酵也能更充分。室温发半个小时，然后再放冰箱冷藏发酵一晚上。第二天你看它里边充满了丰富的蜂窝，这样就发好了。这个液种的发酵有一点需要注意的，就是不要让它发得太酸，发好的味道应该是微微的酸味，如果酸味太强烈，那你就是发得太久了。用这样太刺激的面种去揉面，成品吃起来是没有什么味道的，强烈的酸味会盖住食材本身的味道，这样就不好吃了。液种发好以后就放入其他材料一起揉面，现在夏天全部材料都要用冰的，配方里的水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放或者不放，反正这个面团揉好以后是比较粘手的，你要是怕驾驭不了就先别放水。先用低速混合均匀以后再转中速给它揉出面筋。看这个面团它能爆团了，那基本上就是已经出筋了。拉模看的话基本上就是8到9分筋的状态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加黄油了。加入黄油以后就先用低速揉，揉均匀以后你就可以检查一下模的状态，如果还没揉到的话再转中速或者高速再搅打一下。这个配方还挺容易出模的。最后就揉到这样破洞没有锯齿或者有非常少量的锯齿就可以了。揉好的面团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，别超过28度，然后给它整理一下，让它表面变光滑，盖上，在室温下松弛15分钟。这个时候来预热一下烤箱。今天用烤箱发酵，烤箱发酵一定要提前预热，等温度稳定了再放进去发酵。这个烤箱是高比特 5A 风炉平炉一体烤箱，它有发酵功能，它的发酵功能可以调节20到50度。面团松弛我就调26到28度来松弛。这个烤箱容量是42升的，大小非常适合家用。这2天我用它烤了烤面包，效果非常好。今天用这个烤箱做一下给大家看看。这个配方面团不用再进行发酵了，松弛15分钟就可以分割滚圆了。所以开头我跟你们说，前一晚把液种做好，发酵一晚上，第二天做起来就非常快。滚圆这块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手尽量减少去接触面团，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要给它包在手里，反反复复的去滚圆，先给它折叠1-2下，让它大致出一个光面，然后手再滚2下就可以了。只要它表面光滑，大致是一个圆形就可以了，并不一定非要像做馒头那样特别的圆。如果这个面团特别的粘手不好滚圆，那你也可以这样给它先折叠一下，出来一个基本的光面，然后再用刮板辅助滚圆，这样还能减少接触。这个配方因为我放了老面，所以可以做7个，但是我只有5个模具，所以我就先发酵5个，剩下2个放冰箱冷藏了。给面团表面喷点水，然后放到烤箱里发酵。这个烤箱的发酵温度还挺准的，我特意用温度计测了一下，湿度的话就只能你自己加水，因为它毕竟不是发酵箱是烤箱，多加点水再喷点水，湿度还是没问题的。面团松弛20分钟就可以，这个时间来做一个表面要挤的那个雪肤酱。黄油提前软化，加入糖搅打均匀。搅打均匀以后分次加入牛奶，这个牛奶一定要用常温的，如果要用冰的话就会油水分离。给它分次加入牛奶，搅拌均匀。牛奶全部加入拌匀以后，它是这种很顺滑的状态，然后再筛入低筋面粉，搅拌至看不到干粉就可以了。装入裱花袋，放在室温下备用。你们看这个面团松弛好以后，它还是有点粘手的，说明这个发酵功能还是挺不错的，它不会把面团吹干。然后就可以整形了，给它表面撒点粉，再给它拍扁，翻面对折，再拍一拍，然后再翻面再对折，再拍一拍，再重新滚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给它放在这个星星模具里，整好型以后就再给它放到烤箱里，用33度发酵。我已经提前预热好了。这个烤箱是5面搪瓷内胆，清洁起来比较方便，也不易沾油。这个时间来做一个中间要挤的抹茶卡士达奶酪酱，黄油给它融化，加入抹茶粉拌匀，然后再分次加入常温的牛奶拌匀。我这个做法是可以少刷一个盆，要不然的话可能你得用3个盆来做这个酱。然后再拿一个盆，里面放上蛋黄、糖和玉米淀粉拌匀，
蛋黄拌匀以后呢，就把这个抹茶牛奶用小火加热，因为里边有抹茶粉，所以加热的时候一定要用小火，而且要不时的搅拌，防止糊锅。加热到它微微冒泡了，然后就把它少量分次的倒入到这个蛋黄里，把它们全部混合搅拌均匀，然后就放到火上开小火加热，一定要一直不停的搅拌，直到给它熬成酱。而且一定要看到它冒泡泡了，这样就可以关火了。趁热加入奶油奶酪，再搅拌均匀就可以离火了。拌匀以后过筛一下，然后保鲜膜贴面给它盖好，放到冰箱里冷藏。再把奶油打到7、8分发，奶油里这个糖你可以尝一尝卡士达酱的甜味儿，如果觉得甜了就不用加糖了，这个糖根据自己口味添加就行。就打到这种浓稠有流动感就可以了。现在用不到也是先放冰箱冷藏。烤箱提前差不多15分钟预热就行。它这个操作面板也挺简单的，你摁一下那个上火，然后转动那个旋钮就可以调上火温度了。下火和时间按钮也是同样的操作。烤箱的上下火是可以独立调温的，采用的是商用的上下发热管，最高温度可以调到250度，温度很准，我没有测，但是按我平时烤面包的温度和时间来烤，烤出来都非常好。这个烤箱是风炉平炉一体机，一键切换风炉模式。下个视频我打算用风炉模式烤点别的试试。而且它是双层耐高温玻璃门，高温的时候外壳也不烫手。差不多1个小时了，面团发到2倍大，手指沾面粉，在面团里按一下，可以看到有轻微回弹，面团上还能留下一个指印，这样就可以烤了。在表面挤上雪肤酱。我是先用上火200度，下火190度烤了5分钟以后，我把上火调到了150度。因为这个面包我想让它烤出来清新一点、绿一点，所以上火就没有调太高。一共烤了15分钟。出炉啦，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很漂亮？而且这5个面包颜色还很均匀。震一下热气，然后赶快给面包脱模，放在晾架上晾凉。晾凉的时间就把卡士达酱和奶油混合好。卡士达酱从冰箱里拿出来以后，再给它重新搅打一下，搅打顺滑，然后再加入打发的奶油，再给它们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这个酱非常好吃，如果你们不嫌麻烦的话，就做一下试试。其实这就是标准的冰面包的卡士达奶油酱，只不过里边多加了点奶酪，加了奶酪以后就会更香。拌匀以后就给它放在裱花袋里备用。看这几个面包烤出来以后，是不是颜色全部一致？真的非常漂亮，小清新的绿色真的太适合夏天了。面包非常的软，用筷子从底部或者从侧面给它戳一个洞，然后把这个卡士达酱挤进去。如果你家里有柚子酱的话，可以再挤一点进去，这样口味就更清新，而且抹茶和柚子的味道也很搭。我的天哪，这谁受得了呀？不得一下炫他2个呀！好了，那你们也赶快去做吧。